我们先来看一个场景，有2个人，就叫他们广坤和刘能吧。县衙山村举办了一个活动，他俩都想当负责人，争的是面红耳赤，谁也不让谁。刘能说，以我在咱们村的地位，老的小的谁不敬3分，这个负责人我当定了。广坤一听甚是不服，还你说话都不利索，还当负责人，那不是给咱村丢脸吗？两人你来我往，唾沫星子乱飞，最后恨不得比拳脚，又是拽衣服又是薅头发。其实啊，这2个人平常聊天并不都是针尖对锋芒，但是今天这场对话有3个典型的特征。一，观点差距很大，他俩都要当负责人，但位置就一个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2，对话存在风险，打架且不说，万一谁没选上，在活动期间捣乱就坏事了。3，情绪非常激动，刚开始有一说一，后来上升到人身攻击，头发都薅了，广坤能不激动吗？对吧？这种情况下肯定没办法坐下来慢慢聊，能不动手已经算是双方脾气好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咱们要聊的方法就专治不好对付的对话场景，解决90%以上的沟通问题。不卖关子了，这个方法来自于《关键对话》这本书，书的作者是约瑟夫·格雷尼等4人。要说这4个人还都是大有来头，基本都是著名的演讲师兼企业咨询顾问，他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咨询公司，为世界500强企业的300多家都提供过服务。虽然听上去高大上，但书中的方法很接地气，可以说小到生活琐事，大到商务谈判都可以拿来套用。起初我在看到书名的时候，以为是重要人物的演讲技巧，后来一想，那就不叫对话了，应该叫关键讲话才对。的确，书中提到的关键对话，其实就是每个人每天都会跟其他人进行的互动行为，但区别于普通交谈，关键对话具有开头咱们提到的3个典型特征：观点差异大，对话风险大，情绪很激动。我给大家举几个典型的例子。你跟老板提议给自己升职加薪，但老板以各种理由搪塞你，又是效益不好，又是基层缺人，你怎么办？你的室友不太注意个人卫生，眼看宿舍的空气日渐刺鼻，你又不好意思直接说人家有味儿，该怎么办？过年回家，爸妈觉得你老大不小了，就一直催你找对象、结婚、生孩子，但你又完全没这个打算，你怎么办？烦死了！朋友借了你5000块钱，说3天还，结果3个月过去了还是只字不提，你又不好意思开口，该怎么办？老婆觉得你不顾家，但是你明明是工作忙，觉得老婆不理解你，长期误会导致天天吵架，你怎么办？你看，都是比较尴尬又棘手的情况，稍有不慎就陷入僵局。而且咱们都知道，大脑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往往是跟他干，或者是赶紧溜。而观点差异大、高风险、情绪激动都是危险的信号。这个时候，你身体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加，更多的血液流向四肢而不是大脑，目的就是让你做好战斗或者逃跑的准备。也就是说，在这种情况真的是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书中的比喻比较形象，智力水平就跟一只恒河猴差不多。虽然我们不会像猴子那样看到老虎就跑了，但普通人在关键对话时往往也会采取不理智的方法。1，拖延逃避，要么是沉默应对，玩哑巴游戏，不管你说啥我啥也不说，要么是转移话题，你一提钱我就去厕所去接电话。2，违心服从，表面对，内心骂脏话，有时候还会通过指桑骂槐来讽刺暗示，或者给你个眼色自己体会来恶心对方。用英国作家塞缪尔·巴特勒的话说，就是违心服从的人仍然保留自己的看法。3，诉诸暴力，比如通过造谣诽谤进行语言攻击，或者干脆口吐芬芳，两人脾气再火爆点，就跟广坤刘能一样，拽衣服薅头发。了解了关键对话，那应对关键对话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咱们继续往下看。第一步，明确对话目的。书中提到，我们的问题并不是行为本身是错误的，而是我们的动机有问题，即我们常常弄错要面对的目标。举个例子，你是一家公司的 CEO， 这天跟高管们开会，目的是讨论缩减成本的计划为什么一直没有效果。首先这个会观点分歧就很大，因为高管们以为你是来兴师问罪的，你觉得大家不听你的话。会开一半，张三站起来了，说我们遇到一个问题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很清楚当不当讲他都会讲，就让他继续说。接着他说，这个计划我们已经在积极推进了，现在连打印都是双面的，不过我听说您又修建了新的办公楼，而且新办公家具的费用都达到了15万。你看，这不仅仅是执行力问题，解释不好马上就上升到作风问题，而且他还当着这么多高管的面让你下不来台，简直是厕所里跳高，过分了。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？逃避发火都不合适，
因为你一旦用这2个方法，就代表你默认了他的说法，大家就会觉得你说一套做一套，缩减成本的计划也很难急于实施了。不过转而一想，你会发现张三的话虽然不好听，但动机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跟你的目的完全一致，都是为了缩减成本。这个时候你就会把注意力从要战胜它转移到如何实现共同目的上。你可以说，提这个问题说明你很关心缩减成本的计划，我很欣慰。新的办公楼是营销部的需求，对于具体的成本我不清楚，这是我的失职。我会马上安排人核查，如果情况属实，我会把预算缩减一半，这样刚好跟大家一起响应缩减成本的计划，希望大家也能持续关注和配合。这样一说，不仅消除了大家的疑虑，还把话题拉回到真正的目的上，成功化解危机。而用的方法就是第一步，明确对话目的，先思考你和对方的目的有多少共同的观点，然后问自己能为共同的目的做些什么，最后把这些信息表达出来，同时向对方征求实现目的的解决方案。第二步，营造安全氛围。其实很多对话最难的不是双方讨论的内容，而是彼此的情绪，也就是谈话的氛围。而且很多人不具备既能关注对话内容，又能照顾对话氛围的双路处理能力，所以就造成你越有理他越不听的尴尬场面。举个例子，这天你跟女朋友约好下班之后去看电影，好巧不巧，刚准备下班的你被老板拉着开会，一开就是2个小时，害他等到电影结束你才出现。你刚要解释，他说你什么意思？开会堵车，别给我找任何借口，不能来就早说，迟到也就算了，现在直接放鸽子，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言外之意就是你也别说，我也不听，反正就是你不爱我。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？首先可以肯定的是，讲道理已经没用了，而且千万不要踩2个雷区。一个是你得理解我，人家都等你2个小时了，还不够理解吗？另外一个是，上次你不是也放鸽子了吗？哪里？这话要是说出来，那就不是沟通问题了，估计得叫救护车了。你应该做的是营造安全的沟通氛围，就是要缓和对方的情绪，因为他的情绪才是你的话起作用的前提。可以先判断是什么因素出现了危机，一个是共同目的，一个是互相尊重。在这里很明显是他觉得你不尊重他，然后是道歉，不管什么原因，总之是你的原因导致没看成电影，所以一定要放下面子，承认自己的错误。接着用对比的方法消除对方的误解，先说明你不希望如何，再说明你想要怎样。最后是创建共同目的，就是跟第一步一样，积极寻找共同目标，一起构思新的方案。捋一下应该这么说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很抱歉让你觉得我不在乎你。正相反，开会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老板在扯什么，全程都在想怎么弥补我的过错。你明天不是休息吗？我已经请好了假，这样你就可以对我发一整天的火了。当然这一点还有个前提，就是你得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观察自己是不是上头了，表情变了，声调高了。不要在意对话内容的修辞上，因为很多话是情绪的表达，而应该始终把注意力放在真实的目的上。第3点，客观陈述观点。这一步有2个要素，一是控制主观臆断，就是不要添油加醋，不要主观评论；二是掌握陈述技巧。有时候我们陈述观点喜欢把主观臆断当成客观事实，这样一来，你说的不是事实，对方就会觉得你不是来沟通的，而是来找茬的。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比如你上班迟到了，老板说你迟到了10分钟，这是客观事实，但如果他说你懒，那就是主观臆断。事实是最不会引起争议的，最具有说服力的，也最不会令人反感的内容。接着就是根据事实说出你的观点，目的是让对方了解事实造成的问题和影响。这些观点需要符合下面几个标准：一，必须是认真分析后得出来的合情合理的结论。老板说你迟到影响绩效考核，合情合理；说你迟到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，这还是在找茬。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二，不要堆积问题，不要翻旧账。很多吵架都是这么来的，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，等到现在沟通，那就不好沟通了。老板说你今天迟到没问题，但在今天说你上周3迟到，那上周3他怎么不说呢，对吧？3，注意安全问题。如果你的话让对方生气了，就不要再一味的强加观点，按下暂停键，回到第2步。4，可以使用对比法。老板说你工作积极，业务出色，唯一的问题就是迟到，并且相信你可以改掉这个习惯。这样说你就会觉得他重视你，你自己也想改掉迟到的习惯。陈述完之后，可以征询对方的观点，毕竟是2人沟通，有个你来我往的过程，让对方积极做出回应。如果对方不愿意沟通，沉默应对，甚至有暴力倾向，我们接着用第4步。第4步，了解对方动机。咱们都知道，很多对话陷入僵局，不是我们不肯开诚布公，而是对方不愿意敞开心扉。这个时候不要强迫对方接受你的观点，而是要了解他们内心到底在想什么。
就是沉默、愤怒、暴力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。你可以把身份从讲话者变成倾听者，鼓励对方表达。这里也有几个方法：一、询问观点，比如我想听听你的看法，别担心咱俩的分歧，你的观点没准更好。二、确认感受，从对方的行为表现和情绪反应带来的暗示入手，表示理解对方的感受来增加安全感。三、重新描述，对方的只言片语你需要理解和翻译，当你的描述符合他们的想象时，他们会觉得你在努力理解他们的感受。四、主动引导，通过猜测、示弱、鼓励的方式让对方放下戒备，敞开心扉。再举个例子，最近你发现你的同事李四对你的态度不太一样，说话夹枪带棒，火药味十足，但你又完全不知道是哪儿惹到他了。你要是脾气大一点，一言不合估计就开干了，但你用这个方法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你跟他说，这会儿刚好有空，请你喝下午茶，咱俩聊聊。李四说，不去，没时间。你说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咱俩有什么误会？李四，咱俩能有什么误会？没有。接着你说，你的语气可不像没误会的样子，说说吧，没准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。李四说，上次咱俩负责的项目，你单独给老板汇报了，所以功劳都是你的。你说，原来是这样，你看这不就产生误会了？你觉得我抢了你的功是吗？李四，难道不是吗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到了这一句，李四已经冷静下来，能够展开沟通了。这个时候可以用第一步和第三步的方法解释误会。可以这么说，这个项目时间非常紧张，如期完成是我们的共同目的。当天老板着急问进度，你刚好不在，我还给你打了电话，但没有接通，最后只好先自己汇报，而且汇报过程中我明确了我们各自负责的事项，所以不存在你说的情况。今天我可以约一下时间，我们再一起汇报下最新进度，你觉得如何？这么说，李四找不到任何理由反驳你，除非他是来找茬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有点长，小伙伴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复杂，但其实纲举目张很好理解，就是4个关键词：明确目的、保证安全、客观陈述、了解动机。强烈建议大家3连加收藏，反复观看。马丁·路德·金说过，当我们面对重要问题保持沉默时，我们的生活便开始上演悲剧了。其实生活中很多问题都是因为缺乏沟通或者沟通不畅造成的，而如果能学会一种恰到好处的沟通方式，生活中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